我们古人对于鬼有一个很文雅的称呼，叫归人。因为人死后归于土，所以鬼叫归人，活人叫行人，因为行人会走。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一种叫产鬼的鬼，他们通常生前是产妇，在难产的过程中死掉的，变成了鬼的那种鬼魂，都叫产鬼。难产怨恨而死成为产鬼的鬼魂，他如果要转世投胎的话呢，他就必须要再拉一个难产的人变成新的鬼魂，才能够替代掉他。所以民间对于这样子的产鬼是非常恐惧和害怕的。这个产鬼啊，就有点像在水里溺死的水鬼，他们需要再拖一个人才能够转世一样的道理。《说神记》呢，就讲了这么一个年轻的产妇死后变成产鬼的故事。祝中务家呢有一个女儿叫显仪，嫁给了当地的米元宗为老婆，夫妻俩很是恩爱啊。但是显仪后来怀孕以后，在生产中很艰难，没有熬过去就死掉了。娘家人来帮她一起收敛的时候呢，因为当地有个风俗嘛，说产妇在难产的时候死掉，要在她的脸上滴一滴墨水，以示区别。这样子她万一变成产鬼的话，家里人也能够分辨。但是妈妈想了想，后来也不舍得，后来还是这个显仪的爸爸呀，在她的额头点了一滴墨水。米元宗他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。米元宗到下一个县去当县令上任的时候，那天第一天的晚上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他的妻子显仪呢，突然来他的梦里，说他一个人很孤单之类的。他当时就被吓醒了。他依稀想起来，这个梦里啊，他的太太脸上多了一颗跟以前不一样的黑痣，很大。他就去跟他的娘家说了这么一件事情。娘家人说，在下葬的时候啊，他们就给女儿脸上滴了一滴墨，看来这个显仪已经变成产鬼了。这是当时《搜神记》里这么的一个故事。在大部分的传说里面，产鬼它一般是在产妇生产的房间里才会出现的。当它出现以后，产妇就很容易难产而死。据说这个产鬼出现的时候啊，它通常都是穿着那种明绿色的上衣和鹅黄色的裙子，样貌呢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。人家会在产房里看到，就以为她是一个普通的姑娘，但是她的个子呢会比一般的姑娘更矮小。仔细看会看到她的喉咙上会有一根红绳，能够辨别产鬼的人就知道喉咙上有红绳的这个女子一定是产鬼，只是化作了人形。产鬼是怎么害人的呢？他们在产妇生产的时候啊，会把这根线从喉咙上抽出来，会绑到这个产妇的胞宫上，也就是住着胎儿的这个子宫嘛。他需要有一个机会能够把这个绳子啊通过产妇的嘴巴放下去，这根绳子就会钻入那个胞宫，把那个孩子绑起来，这个孩子就会难产而死。那如果这个时候呢，他再扯一下那个绳子，当产鬼扯红绳3、4次的时候啊，产妇当下就会死掉。那民间呢也有一些避免产鬼来害产妇的一些做法，具体比如说会在房门前立一把伞，或者是产妇头上撑一把伞。那这个做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就传说来自这么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啊，传说是一个叫庇佑的男子发现的。这个男人啊，他们家的老婆呢，那几天刚好要生产，就有人给他传信说老婆今晚就要生了，让他赶回去。他就急急忙忙的赶路啊，赶到半夜也没有停。夜路上他发现前前后后总有一个女的跟他保持这么几步的距离，不是在他前面就是在他后面。仔细听呢，也没有听到他发出什么声音，就去问他，哎，你怎么半夜赶路啊？难道你跟我一样是鬼吗？那个女孩子哈哈大笑说，我就是产鬼啊，你看我喉咙上有根红线。他仔细一看还真有哎。他说，但我们的功力都还不错嘛，都能够化作人形，你今天晚上要去干嘛呀？他说，毕家村啊有一户人家跟我很有缘分，他们家孩子要生产了，我赶着过去办点事情，这样子我就有机会转世投胎了。毕公子心里一听，这不是我家嘛，他大惊失色，但是他赶紧把自己情绪稳定下来，继续跟这个鬼聊天，希望能够套点什么东西出来。那他就问他说，你们产鬼去产妇家里搞事情的时候，凡人有办法躲你们吗？他说，哎，我看你人也挺老实的，也陪了我这么久，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，只要这户人家在屋前放一把雨伞，我就进不去了。如果这把伞放着你进不去，你还会害他吗？他说，我可以跟你讲，但是你可千万不要说出去啊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投胎了。之前呢，我一直没机会，阎王爷让我等，今天我终于等到这个跟我有缘分的。
如果门口有把伞我进不去，那我可以从屋顶上把红绳吊着放进产妇的嘴巴里，还是可以把包公绑起来的。那如果他们在产妇上面也撑一把伞，那我进不去了嘛，我们也怕伞的，这户人家我就害不成了。你可千万要替我保密，错过了今天这个机会，我都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投胎了。这个庇佑就跟他打哈哈说，没事没事，我一定会给你保密的，我也没理由去害你嘛。后来就赶路，中间找了个机会啊，他就快速的跑回了家。跑回家的时候，发现他老婆果然快难产了，他就赶紧吩咐家里人找来2把伞，一把伞呢放在他们家生孩子那个房间的门后挡着，另外一把伞呢就命令那个产婆啊给他撑在他老婆的头顶。这2个动作一做好以后，他老婆果然就顺利生下了一个大胖儿子。馋鬼就在屋外骂骂咧咧说，好你个毕公子，骗我，让我失去了这么一个投胎的机会，你这是在害我们啊。然后就骂骂咧咧的走了。他听到以后哈哈大笑，他老婆没有听见那个馋鬼说话嘛，就说相公你在笑什么？他就跟他说了路上的这么一段经历。他老婆说，多亏了你赶回来给我撑开了这把伞，女人生孩子都在鬼门关，原来是这馋鬼捣得乱。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方法呀告诉我们的邻居村里的人，可不要有人再因为生孩子死掉了。后来呢，这个方法就慢慢的流传出来，也就是民间避馋鬼的一个法子。